喂，感谢 Mipo 为我们的带来精彩演讲。那我们知道 Rust 在区块链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那么下面有请本次会议的钻石赞助商，以高性能在区块链领域著称的 Solana，上台致辞。大家欢迎 Chris。好，谢谢大家。我叫 Chris， 是 Solana 亚太区的负责人。我应该会很快讲一下什么是 Solana， 然后把麦交给我们在台北的同事 Justin。我会讲得很快，因为我等会儿要去上厕所。所以 Solana 呢是来自旧金山的一个项目，我们是由 Multicoin 领投的。目标呢是开发出一条非常快的一个公链，让开发者呢永远不需要去担心它的高速度和高费用的问题。我们的 CEO Anatoly 和几个开发人员都来自 Qualcomm、英特尔、谷歌、Dropbox， 等大型公司，他们有多年的改善高性能公链的经验。那 Solana 的 Proof of History 和 Verifiable Delay Function，让这条公链呢可以根据硬件的摩尔定律实现链上的高扩容性。我们在不需要通过分片的情况下，可以达到 Layer 2的公链的速度。我就 share some data。我们有400毫秒的出块速度，然后像比特币每秒可以处理大概5笔转账，那以太坊呢每秒以太坊 1.0 可以处理每秒15笔转账 ，Solana 每秒可以处理5万笔转账。我们确认的时间呢还不到1秒，所以在 DeFi 很火热的时候，以太坊，单笔交易费可以高达$11，但是 Solana 的单笔交易费不到$0.00001。所以 Solana 呢，它是可以支持 DeFi 和大型的应用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开放了 Mainnet Beta，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有超过20万条基于 Rust 的代码。然后我们也是发行了叫 Wormhole， 是一个 bridge， 它是在以太坊和 Solana 之间的一个双向的跨链桥接，用户和项目呢可以自由的在2条链之内进行资产的转换，然后他们可以同时享用 Solana 的高的速度和低的转账费用。那我们基于 Wormhole 今年也是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黑客松，有超过1000条的注册，还有80个完整的方案，其中的80个团队也都是表明说之后会继续在 Solana 上开发应用。我们今天也是拓展了很多的开发者生态，接入了一些很优质的项目，比如说Serum、Terra、USDC、Tether、Arweave、Stardust、Audius 等等，有超过100多个项目是迁移到了 Solana 的主链上。所以如果2020年是 DeFi 年的话，2021年呢，则是我们丰富 DeFi 产品、扩大 DeFi 规模的一年。Solana 目标是我们在不牺牲安全性的情况下，尽高的提高我们的速度，然后纳入更多的 DeFi 应用，拓展全球的开发者生态。我们可能会在中国开一些线下的研讨会，黑客松、技术分享会，也会对一些早期的项目进行资助。所以我们也将从根本上提高 Solana infrastructure 的性能和去中心化的程度，也同时会探索更多 Wormhole 的应用。我们目标呢是携手社群和极客社区，迈入下一个开放式金融的篇章。然后接下来我把麦传给我们的在台北同事叫 Justin， 他是个老外，他会用流利的台湾腔跟大家讲一下Solana 上的 Rust。我去上厕所了。大家好，我叫 Justin， 我是 Solana 的软件工程师。欢迎大家今天来听我的演讲。
我会讨论一个叫做 PPF 的技术。PPF 通常用在 Linux 内核中，但是为了把它用在区块链上，Solana 对它做了一些修改。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用 Rust 的经验。我2年前开始学习 Rust， 那时候我专门做网络开发，所以我做的第一个 Rust 项目是用 U 源代码开源代码编写的网络应用。通过 WebAssembly，U 可以让你用 Rust 来开发执行浏览器中的应用。我做了一个踩地雷的游戏，项目做好之后，我觉得 Rust 非常好用。后来我负责维护 U 框架，控制它的功能，发布新的版本，吸引人才什么的。可是这只是我的爱好，不是我的工作。我去年加入了 Solana 团队。Solana 创建于2017年下半年，我们公司有大概30名员工，总部是在旧金山。可是我们公司可以远程工作，所以我今年搬到了台北。Solana 专门设计、研发高速单层区块链网络。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叫区块链。简单来说，区块链就是一个特别的数据库，你可以使用智能合约控制链上的数据。另外，大家都可以把他们自己编写的程序加载到区块链上。所以 Solana 把智能合约叫做链上程序。目前最活跃的可编程的区块链是以太坊，可是它的速度只有15 TPS。如果要让区块链技术成为主流，这样的速度还远远不够。所以 Solana 设计的区块链注重高性能。目前最大 TPS 可以达到5万。凭什么可以达到这个速度呢？我们纯用的 Rust 和 PPF，它们的性能都很高，所以我们的区块链核心协议是用 Rust 编写的，而且我们用 PPF 执行链上程序。这是这个演讲的大纲，我会先解释 PPF 是什么，然后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它。接下来我们怎么定制了 PPF 和我们碰到的一些 Rust 工具链的挑战。最后我要介绍用 Rust 编译的 PPF 链上程序，给大家看一个例子，一个 live demo。Solana 2年前要选择一种直接码来执行链上程序。校验安全和执行程序要求速度极快又稳定，要不然我们的区块链会遭受恶意程序攻击。我们也需要直接码有效的编译到 x86 架构，最后移植到不同的操作系统。有一些区块链用 WebAssembly 编写智能合约代码，所以我们公司为什么没有用 Wasm 呢？虽然速度也不错，但是 Wasm 优化了程序直接码大小，它是用在浏览器中，所以它的直接码越小，打开网页速度越快。而 PPF 更注重直接码运行性能。最后 Wasm 的基于占虚拟机
的即时编译器更复杂。所以 BPF 包含了它的指令集、虚拟机，还有安全校验的机制。BPF 一开始是用来过滤 Linux 内核中的数据包。BPF 本来的名字就是伯克利包过滤器，可是现在它更灵活，用户可以把他们编写的 BPF 程序下载到内核中，就是好像用户编写智能合约下载的到区块链上。实际上 Linux 和 Solana 原厂程序的基本需求都要依赖速度与安全。为了高性能，现代架构都提供 BPF 程序的即时编译器。BPF 目前的几种用途包括安全和网络、光测和监控、追踪和性能分析。你可以分析 Linux 内核本身和用户程序。BPF 架构有一个有限的指令集，大部分指令能够直接映射到 x86。BPF 提供11个64位寄存器，那些64位寄存器也可以用作32位子寄存器。寄存器的名字从20到20。20存放被调用的函数返回值或者程序推出值。21至25存放函数的参数。26到29是被调用方保存的寄存器。最后20存放制度战争指针地址。好，我们觉得 BPF 很适合用在我们的区块链上，可是我们得先看一下它的局限。Linux 内核中的 BPF 校验器必须证明每个被用户下载的 BPF 程序没有不良的行为。这些局限包括程式不可以一直运行，所以循环必须要有边界，也不可以跳转到边界外的内存地址。最大指令数限制在100万条以内。接下来 BPF 架构把每个函数限制为最多5个参数。目前上限是32层调用，还有函数有固定的512字节大小的占整。然后 BPF 没有带符号的除法，也还没提供共享库连接的功能。Solana 禁止 BPF， 但是规则没有那么严格。可是由于 Linux 内核中的 BPF 校验器的开源代码采用的 GPL 数库证，所以我们没法用这个校验器。所以呢，我们的校验能力有限。通常 BPF 程序停止检测是在校验的时候检测的，可是我们把它还到了运行时。内存访问也在运行时检查的，所以他们的速度慢一点。我们也做了一些改变，我们增加了占针大小，把它从512字节增加到
4096字节。我们为什么增加了呢？默认情况下 Rust 进行占分配，所以 Rust 的一般程序很快用光占上内存。为了开发一些程序库，我们也启用了连接共享库，也去掉了5个参数的限制。第6个以上的参数都通过战争传递的。最多指令的数量限制它20万。我们就是这个规则做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高兴的。最后，我们之所以把最大调用的深度加了1倍，是因为 Rust 标准库通常使用很深的调用深度。那我要介绍我们做的 BPF 和 Rust 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实际上，在 Linux 编程环境中，用户通常使用 C 语言来编写 BPF 程序。可是我们觉得 Rust 比较好用。幸好 LLVM 编译器基础设施已经提供 Rust 前端和 BPF 后端，可是我们把 LLVM 项目分叉了，来改变 BPF 后端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讨论的一些我们需要的修改，比如我们把战争大小增加了，每个函数可以接受超过5个参数。还有我们允许函数访问其他函数的战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Rust 编译器不官方支持 BPF 目标，所以怎么办？我们为了添加 BPF 目标，也把 Rust 的编译器分叉了。每个目标必须提供自己的 Rust 标准器实现，所以我们从标准库中删除了以下功能：网络、线程、I/O、随机等等。我们只支持简单化 panic 行为，没有提供站追踪。可是 Rust 的包管理器 Cargo 还不支持编译用户提供的 Rust 标准库，所以我们用了 Xargo 工具来编译被 Solana 修改过的 Rust 标准库。我们也刚开发好了一个测试版的 X86 即时编译器。最后，我们把这些工具结合起来，提供一个 Cargo 子命令，叫做 build BPF。Solana 的衍生程序开发平台，目前支持 Rust 和 C 语言，然后每个衍生程序是单入口的。然后我们提供大量系统调用，你可以用它们来调用其他衍生程序，调用被本地编译的密码函数，还有调用记录器什么的。衍生程序被算单位的数量限制了。每个 BPF 指令要消耗一个算单位，每个系统调用有自己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Solana 衍生程序的例子。
这会让我们对一个 Solana 脸上的账号打招呼，真的你好，它只会把一个在区块链上的账号添加里面的状态，也会调用 Solana 的记录器来说你好和再见。我们试试看吧。好，我们要现在下载一个 BPF 程序，我们会用 Solana 提供的开发者网络。好的，对，我们现在在用 DevNet。好，这是我们的 example Hello World。我们看一下。我之前说每一个程序有一个入口，所以这是这个例子的入口。每一个程序的入口会接受他们自己的程序的功效，还有账号列表跟指令数据。这个很简单的程序会先把第一个账号拿出来，这是我们要打个招呼的账号。然后我们要打几个招呼呢？我们可以用指令数据的第一个字节，好，就是一个 U8，所以这个循环会调用 Solana 的记录器来说你好，几次，最后我们把那个账号里面的状态添加这个我们要打几次的招呼的数字，好，然后说再见。我们来变异它。所以这个子命令在用我们的工具链，它会用 Xargo 一些 LLVM 的分析什么的。好，我们可以下载，可以下载到开发网络。对，我们要等可能1分钟，所以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程序的对象文件。好，是这个，所以是我刚编译的BPF 程序的对象文件，很难看清楚这个表示什么，可是我们可以只看那个 entry point，对，就是表示我们的要调用的当入口，然后分配的功能，然后很多 Rust 标准库的函数，不太重要。看一下 ，OK，下载好了，我们可以在 Solana 的区块浏览器看这个我们刚下载的程序。好的，
所以这个账号里面有我们刚下载的程序代码。最后的交易就是 finalize， 会把那个账号变成一个你可以调用的账号。好，我们来调用它。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客户应用。他会打个招呼，他创建一个新的账号，为了打招呼，所以他被打招呼一次，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账号，最新的对，所以他调用了我们的记录器来说你好跟再见，然后我们来再调用它。然后打多次，7次。好，一共被打招呼8次，可以确认。重现，对，就是要看一下。好，成功了，他打过7个招呼，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程序，消耗了多少算单位，因为这个简单的例子，没有说很有趣的东西，它只消耗了1395的算单位。然后你可以看智能数据，就是7，就好了。谢谢大家。如果你要了解更多，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参考列表。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Cilium BPF 参考指南。然后你可以看社区 REST 项目，包括 ePPF 的虚拟机和即时编译器，还有我们用的 Xargo 工具。这上有我们 Solana 的资源，有我们的 BPF 虚拟机的分叉，还有 Solana Rust 工具链的一些部分。然后我给你们看的例子，你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聊天，在我们的 Discord 上。最后，如果你要，可以加我微信。谢谢，拜拜。Rust 与 WebAssembly 是下一代云计算中共生共赢的关系。Rust 提供了内存安全和开发者效率 ，WebAssembly 提供了运行安全、跨平台兼容与微服务的可组合性。那么，下面有请本次大会的金牌赞助商 Second State 的 CEO Michael Yuan 为我们带来云计算中的 Rust 和 WebAssembly。